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癌症早已被攻克，只是技术被消失了。医学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人类公元前的3000年。当时古代的医生呢，使用类似于草药来治疗疾病。希伯拉底呢是医学之父，为现代的医学实践、观察、诊断、预后和治疗奠定了基础。他的作品呢，在几个世纪的医学进步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19世纪呢，爱德华·詹姆斯发明了天花疫苗。路易斯·帕斯托呢证明了微生物会导致疾病，而20世纪初呢带来了抗生素、医学成像以及器官移植。在过去的400年里呢，人类的寿命增加了1倍，但是在此过程之中呢，医学发生了一些变化，它成为了一个行业，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艾森豪威尔呢曾警告不要建立军工联合体，因为如果疾病更有利可图呢，就会一直有战争，而权力错位的灾难性崛起呢是可能存在的。所以这里有一个愤世嫉俗的问题，如果你让疾病有利可图，你会一直生病吗？我们把数万亿美元呢都花费在了癌症的研究和治疗上，现在有很多人为别人治疗疾病而致富。罗伊尔莱夫呢于1888年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他从小的志愿呢就是当个医生。在16岁的时候呢，他被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之一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录取。他对生命以及细胞学和微观世界呢着迷，这使他走向了光学，这都是为了他有效的研究细菌并看到它们。之后呢，他在纽约的蔡司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在高级光学工程师的指导下呢进行培训。如果你对显微镜、望远镜或者是相机的任何镜头的东西有所了解，那么你一定听说过蔡司嘛。莱夫呢并不是一个书呆子研究员，他动手能力强，他建造了自己的设备，包括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显微镜之一通用显微镜。在20世纪20年代呢，标准显微镜只能将物体放大2000倍，而通用显微镜已经可以达到6万倍的放大效果。它可以看到以前人类从没有见过的病毒和细菌。而莱夫呢，发现了他所说的芽孢杆菌 X 和 BX 病毒，所以他认为呢，癌症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种病毒，叫 BX 病毒。于是他就想呢，在不伤害周围组织细胞的情况下摧毁这些微生物。然后他又有了另一个惊人的发现，他就发现呢，将微生物暴露在特定的频率下会导致它们爆炸，而且呢，它们会立刻瘫痪，然后呢，开始从内部整合。所有的物体在暴露于外力时呢，都具有共振的频率，与此频率相匹配呢，物体吸收能量并剧烈的振动。所以人体的各个部位呢，都有自己的频率。这在 MRI 中呢，有很多就是用核磁共振，使用频率来生成诊断图像的，但是它也是很危险的。如果一个物体的共振太久呢，或者是能量太多的话，它可能会损坏或者是毁坏。这也就是为什么歌手可以通过唱腔呢，用正确的音符打破玻璃杯的原因。因此莱夫制造了莱夫频率发生器，它会发射特定的频率来瞄准和摧毁特定的微生物。他将这种频率称为致命震荡率。他发现这些频率可以摧毁结核病、伤寒肺病、炭疽病等各种病毒。所有这些对健康组织伤害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他给实验室的老鼠注射过癌细胞，制造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然后呢，用他的机器匹配这些癌症的致命震荡率，然后呢，就让它起作用。共振完之后呢，实验室的老鼠完全没有了癌症，而莱夫的工作成果呢，引起了其他医生的兴趣。一名叫米尔班克·约翰逊的博士呢，就安排了一项使用莱夫机器呢，对16名癌症患者进行研究。3个月内呢，16名癌症患者中有14名完全康复。于是呢，罗伊尔莱夫博士发现了癌症的治疗方法，但这毁了他。为什么呢？因为罗伊尔莱夫呢，他的发现呢是一场胜利。他在1934年进行临床实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诊所治疗了16例多种恶性肿瘤。而3个月后呢，这14例被5名医生和病理学专家埃尔文·福特博士团队认为是无望病例，却成功的都被他治愈了。起初医疗机构否定了莱夫的成功，因为他只是让简单的无线电波可以在放射和手术失败的地方而取得成功，这对当时的医生和医疗领域来说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都认为莱夫的资金呢会枯竭，它会消失，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要获得医学研究的资助呢，你需要制造行业的支持，但是莱夫他不需要，他得到了一些私人投资者的支持，其中包括了一家滚珠轴承公司的威廉·蒂姆金，与医疗行业没有任何关系。而莱夫可以自由地研究任何东西，无论他想要什么。这就导致了全国各地的医生都认为如果这个叫莱夫的家伙他不离开的话，他不消失的话，他会妨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而莱夫的机器呢，在动物肿瘤上使用了400多次，每次都有效，
甚至迫使了最顽固的怀疑论者也注意到了莱夫，他就是莫里斯·费许班，他是最大的怀疑论者，他也是美国最大的医学会，也是 AMA 会长的费许班。众所周知呢，他平常就是一个非常咄咄逼人的人，一些批评家称他为医学上的硬汉。一开始呢，费许班要收购莱夫的这个机器，但当莱夫拒绝的时候呢，费许班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当莱夫继续工作的时候呢，进展居然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一些神秘的人开始出现在他的实验室里，威胁和恐吓呢伴随而来。但凡有任何医生使用莱夫技术取得成功呢，都会受到 AMA 的压力，他们会迫使呢这个医生被停职或者是吊销执照。然后就开始有媒体或者是报章杂志出来说要谨防莱夫博士的机器，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血清可以被治愈。在接下来呢，任何被使用发现莱夫生命机器的医生都会受到骚扰。更糟糕的是呢，费许班并发起了一场针对莱夫机器的人身攻击运动。他在医学期刊的杂志和报刊上呢刊登了文章，声称这个莱夫是庸医和江湖骗子，最后就导致了莱夫的实验室被破坏，他的设备呢被摧毁，而他的研究呢彻底消失，他的生活呢也同时被瓦解了。对莱夫的最后一击呢是发生在1939年，费许班向莱夫的一位投资者提供了法律援助，试图从莱夫和其他的投资者手中呢窃取公司的所有的技术资料。于是呢，莱夫花了数年的时间打官司，最后呢他破产了，是 AMA 阻止了他的工作继续进行。破产还被冠上了骗子称号的罗伊尔·莱夫呢就只能悄悄的退休，他开始酗酒，一蹶不振。但是没有想到20多年之后呢，人们对于莱夫的技术兴趣又重新燃了起来。一名叫约翰·克兰和约翰·马神的人说服他，让他重新制造一台莱夫机器。于是莱夫同意了，但这项业务呢也没能持续多久。在1960年呢，他们的实验室未经授权居然被查封了，而所有的设备和记录都被扣押。莱夫没有出庭，但他的合伙人被指控犯有医疗欺诈罪。尽管14名患者作证说他们被莱夫的机器所治愈了，可是克兰和马神呢还是被判处了3年监禁，而且陪审团中的成员呢都是 AMA 的医生。所以莱夫再次被贴上了庸医和骗子的标签，陷入了贫困和绝望。许多莱夫的同事也都面临了悲剧，比如说比尔·约翰逊博士呢于1944年中毒身亡去世，他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消失。正在建造治疗癌症的莱夫机器呢，也位于新泽西州的贝雷特实验室呢，于1939年神秘的被烧毁，所有的设备都被摧毁。埃尔莫内斯博士呢是核物理学家，他也是医生和显微镜设计师，他曾经试图复制莱夫的工作。在1969年呢，他在一家酒店住宿的时候床头突然着火，被火烧而死。也就是在2年后呢，1971年，莱夫在医院里面突发心脏病，于是他意外地注射了致命剂量的药物，突发身亡。但是莱夫的想法并没有随他而去其他的先驱者呢会寻找治疗疾病的替代方法，所以医学上的特立独行并不会消失。但费许班或 AMA 呢也不会消失。医疗机构呢，他们不喜欢替代医学。在19世纪呢，美国有2种类型的医疗从业者，既是对抗疗法的医生和替代疗法的医生。那对抗疗法的医生，他们是使用药物、手术和其他常规的方法呢诊断和治疗疾病，而替代疗法的医生呢是使用自然疗法。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治疗医师呢，所以有很多人都这么做了。所以自然疗法的医师呢更便宜，而且数量更多，这就让主流的医生没有赚到钱嘛。所以在1847年呢，这些主流的医生就成立了一个名为美国医学学会 AMA 的工会。而 AMA 最初只是一个工会，而工会的工作呢就是保护其成员的利益嘛。因此在1901年呢，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声明呢，如果个人成员发现行医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职业呢，就必须得抑制该行业的增长。很讽刺吧。所以在1910年呢，美国的医学会请来了内卡基基金会呢，对医学院呢进行调查。他们发布了一份报告呢，呼吁标准化的医学培训，消除非科学实践，并由谁来决定哪些是科学的。所以教授替代医学的美国医学院呢，被迫取消这些课程，否则呢将失去资金和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的能力。这就导致了医学院的数量大幅减少。他们向同意与他们合作的学校呢提供了巨额的资金帮助。几乎一夜之间呢，所有主要的大学都从这些来源之间获得了大量的资助，并接受了以上提到的这些人中的几个人呢进入了他们的董事会。而这些学校实际上都被提供了资金和金融利益的集团所接管。所以在1904年呢，有160所学校呢向超过2800名学生授予了医学博士学位。
到了1920年呢，只剩下了85所医学院，而到了1935年呢，只剩下了66所。在历史上呢，大多数的黑人医学院和所有的女子医学院呢都被关闭了。所以如果你是黑人或者是女性呢，想要成为一名医学博士并加入美国医学学会呢，基本上是很困难。而美国医学学会呢，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规模最大、最知名的医生协会之一。它的声音呢，长期以来一直都很有影响力。但当时的美国医学学会开始转向了种族主义，所以美国医学学会呢，将冷漠医学确立为了唯一可以接受的医学类型，替代医学呢被边缘化。在某种情况下呢，即使自然医学有效，也被定为非法的。从那个时候起呢，医生们就开始被教授呢，必须使用药物作为治疗手段。而美国所有的伟大的教学机构呢，都以这种方式被制药利益集团所控制。令人惊讶的是，这样做实际上需要的资金是如此之少。每次引入一种新的替代医学呢，美国医学学会都会发起攻击。比如说，乔治·西蒙斯呢，于1990年至1924年担任了美国医学学会的会长，而莫里斯·许班呢，于1924年到1949年担任该会长。他们将另类医学从业者称为庸医，并利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呢来诋毁他们，也诋毁所有他们认为对主流医学构成威胁的人。而 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呢，成立于1906年，直到1962年呢，制药公司才必须证明其产品有效安全。在此之前呢，所有的制药公司只需要获得美国医学学会的批准印章就可以生产。如果你是一家制药公司，想登上美国医学会杂志呢，就必须付费。所以 AMA 没有测试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他们没有实验和研究人员，而美国医学会呢，只是收钱。当时另外呢，美国医学会的领导人会在认可的药物之前购买该药物公司的股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股价上涨的时候套现。所以当时的那个美国医学学会呢，就是一个赚钱套现的地方。而马克思·加森医生呢，声称吸烟会导致癌症时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当时没有意识到美国医学会最大的捐助者是费许班，而费许班迅速发起了一场运动，暗示呢吸烟不仅安全，而且是医生推荐的。而当时根据这项调查呢，抽骆驼牌香烟的医生比抽其他香烟的医生都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呢，骆驼牌香烟在美国医生中如此受欢迎的原因。而西门斯于1924年以富翁的身份退休，然后费许班接任。经过调查呢，西门斯从来都不是医生，他是通过游记而获得了拉神医学的文凭。至少费许班上过医学院，不过他也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他从未完成学业，他也没有获得文凭，他也从未行医，从未见过任何的病人。但是这两个人居然能够当上医学院协会的会长，这不是很讽刺吗？在1938年呢，费许班与美国的工人党一起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而被起诉，而美国工人党被判有罪呢，并处以罚款，但费许班呢被判无罪。尽管如此呢，工人党在费许班的领导下还是赚得盆满钵满，公众对美国工人党的批评越来越多，看起来呢，他们只是对赚钱感兴趣，而不是让人健康。而费许班呢，最终于1949年呢被人赶出了 AMA。在1924年呢，哈利·霍克西开发了一种非常规范的癌症治疗方法。他是一位来自于伊利诺伊州的自学成才的治疗师。他声称他的草药疗法呢是来自于他的祖父。到20世纪50年代呢，拉达斯的霍克西诊所呢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癌症中心，在17个州呢设有分支机构。现在他们的档案中呢有成千上万的病人记录、病理生长、X 射线的研究，而霍克西报告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这就引起了当时的费许班的注意了。霍克西向费许班的一个成员当时还演示了他的产品和方法。那第二天呢，费许班就提出要购买霍克西的配方，但是这个霍克西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他坚持要为那些负担不起治疗费用的人提供治疗，就像他在自己的诊所里所做的那样。但是费许班感觉自己被冒犯了，他要求呢完全控制霍克西的业务和利润9年，而霍克西在这9年之内呢只能获得10%的利润。最后呢，霍克西拒绝了，他和莱夫一样也面临着费许班的愤怒。从1926年到1931年呢，霍克西因无证行医呢被捕了119次。在1937年至1939年间呢，他在德克萨斯州被捕超过100多次。费许班称呢，霍克西是本世纪最严重的癌症治疗师，并向 FDA 施压，要求关闭其诊所。患者受到了骚扰，记录呢被没收，诊所被关闭。所以霍克西进行了反击，他以诽谤罪呢起诉费许班和美国医学学会，而费许班呢被迫辞职，并在法庭上承认霍克西的治疗方法治愈了外部的癌症。霍克西使怀疑论者转变了立场，
其中就包括了达拉斯地区的助理检察官艾克艾尔·坦普尔顿，因为他曾经逮捕了霍克西近100次。当坦普尔顿的这个兄弟得了癌症，被霍克西治愈之后呢，坦普尔顿就成为了霍克西的律师。在1939年呢，绅士杂志记者詹姆斯·伯克来到了德克萨斯州，揭露了这一骗局。美国的医学学会呢，让霍克西停业并写几篇关于他的文章，结束了这一切。但是伯克来这里待了6个星期之后，写了治愈癌症的庸医，试图扰乱了公众的视听。即使是这个废墟班辞职了，但他仍然还是很有影响力。所以在1960年呢，运营了36年的霍克西诊所就被关闭了。即使他得到了美国参议员埃尔默·托马斯的支持，霍克西的草药治疗法呢，也从未正式的经过测试，因为一个参议员是不够的呀。看来医学界组织很严密的呀，他们已经决定要摧毁你的机构，你就无法逃脱。如果你采取任何措施、行动，或者说出任何与医学组织协会意愿相悖的话，你就会被摧毁。在下一次选举中呢 ，AMA 大力的游说和反对参议员托马斯，也就是当时支持那个霍克西的这个议员。尽管托马斯当时非常受欢迎，但他在初选之中就被这个麦克莫农呢击败了。投票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但对 AMA 来说呢，这并不是意外。当时呢，任何来自于自然界的东西都不能够申请专利。当然了 ，FDA 表示，除非经过功效和安全测试，否则呢，使用它们就是非法的。现在你看到了任何自然界的东西呢，无论它有多么有效，都永远不会证明是安全有效的。因为根据 FDA 的说法呢，它永远不会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都会被 FDA 谴责为未经证实的。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被这种秘密疗法或者是替代医学的理论所吸引。因为当你所爱的人正在遭受痛苦，而传统的医学又不起作用的时候呢，你就会尝试任何的方法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称之为抗击癌症或者是战胜癌症，因为我们想要探索每一种可能性，并拒绝放弃嘛。现在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如果它真的来了，我不希望任何的机构可以妨碍它，因为我们需要治愈癌症。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